母亲无法同父亲去边关，又不放心孙姨娘单独去，便极力撺掇12岁的我跟随。5年后我回来时，才知母亲把她娘家侄女接到了将军府，让她住我的院子，用我的阅历，还与我未婚夫暧昧。阿纯乃天下第一孝女，这几年没有她，我们日子难过。母亲对着父亲夸表妹，阿纯是好孩子，祖母也赞她。之前她明明最疼我，胞弟不肯叫我，阿纯姐才说我姐姐，这个我不认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阿慈，你莫要难过，你与母亲分离5年，难免生疏，无需操之过急。父亲安慰我。从边关回到将军府，才5天，我便心力交瘁。表妹宋纯取代了我的位置。我已归家，尚未做出反应，母亲先急了。她生怕宋纯感到委屈，处处维护她。可宋纯只是救表妹。我不在家，她住我院子，用我丫鬟与分力，没有半点客居之意，已经过了头。我回来了，归还不是理所当然吗？为何要怕她难受？不是应该怕我难受？我是自愿离家5年的。爹爹，女儿明白。我忍着疲倦，事情要慢慢解决。我并没有急躁，是我母亲先闹起来的。便在此时，书房门被敲响。我表妹宋纯带着一个粗使婆子，端了汤药进来。姑父，我瞧着您气色不好，应是不适应京中气候，失眠少觉。这味汤药安神助眠，祖母偶尔也用。您试试看。宋纯白净温柔，娴静似一朵娇花，把一碗温热的汤药放在父亲的书案上。父亲眼底闪过一抹诧色。回京5日，父亲的确5日不曾深眠，不单单是因为朝事，也因为家务。我来书房，就是听孙姨娘说了此事，想劝父亲别为了家务事操心，也别为了我和母亲的关系担忧，我会处理。不成想，表妹也知晓了，还主动送上药汤。我轻轻合眼，更疲倦了，我都没想到这层。如此体贴又乖巧，谁能不疼爱她？恐怕父亲也要偏向她。混账！父亲却突然发火。宋纯一怔，粗使婆子吓到，已经跪了下去。我则惊讶地看向父亲，父亲眼中的诧色变成了震怒。我这几日歇在偏院，你连我失眠都打听到了，这明威将军府是不是要改姓宋了？宋纯大惊失色，姑父，我不曾。来人，把表小姐送回夫人院子，问问夫人，她这侄女打算做什么？父亲厉声道。宋纯又惊又怕，眼泪连连。下人将她与粗使婆子那碗汤都带了下去。我站在父亲的书案旁，默然半晌。爹爹，您觉得是女儿多心吗？我问他。父亲摇头，火烧到了你，你自然知晓疼，不用向旁人证实，委屈了就告诉爹爹。我眼眶发潮。阿慈，城池失守，放弃还是苦攻夺回，看你。父亲又道，需要粮草与援军，也告诉为父。他没有叫我大度，他也没觉得这是内宅小事，他把家务事看作军务一样，并不劝我忍让，以和为贵。他知晓男子有战场，女子亦然。连日苦闷与酸涩，一股脑儿化作眼泪，我扑在他怀里哭了。父亲轻轻拍我后背。5年前，父亲驻守北疆，因是常年在外，可携带家眷。父亲问母亲可愿意前往。父亲乃独子，将军府人事简单，祖母又健朗，能当家理事。况且这几年京城形势复杂，父亲预备远离是非。我母亲骄纵，哪怕嫁作人妇，也有几分天真。平时父亲与祖母都疼他，极少苛责。他做了将军夫人也无长进，父亲怕留他在京里，他会胡乱掺和争斗，惹出祸端。母亲极力拒绝北上，娘上了年纪，岂有余力操持家计？况且阿景年纪尚幼，如何经得起奔波？北地苦寒，孩子受不了。母亲道：阿景是我弟弟，那1年他5岁。北地的确苦寒，父亲没有再勉强他。恐父亲在北地再收妾室，母亲安排5子嗣的孙姨娘跟随照顾，并且极力劝我陪同。如今回想，我便觉得心寒。我从小喜静，针织女工，琴棋书画样样出色，是上京最常见的闺阁千金。
我并不弄枪，也不调皮捣蛋，与父亲不算亲厚。母亲既然知道北地苦寒，幼弟受不住，我又如何受得住？她对着我抹泪，全是担忧。担忧父亲健康，若有万一，将来祖母与他和幼弟无所依托，又担心孙姨娘受宠太盛，不好管束。阿慈，你已满12，可替娘分忧了。我替她分忧。离开繁华热闹的上京，住在苦寒小镇，孙姨娘刚去夜里都会哭，何况才12岁的我。我熬了下来。为了强身健体，我每日跟着父亲的亲卫习武半个时辰，我研读兵书与舆图，争取和父亲说得上话。刚去北地，烈风吹得我皮肤一寸寸开裂，疼且见血。军医想了办法，用混合药汁的泥浆涂抹全身，味道令人作呕。衣裳、饮食每一样都粗糙。父亲吃什么，我与孙姨娘就吃什么。我们腹中坚硬如铁，半个月无法如厕。在北地人手不够，下人都要先给军营做后勤，我与孙姨娘自己煮饭、洗衣。酷寒、干燥与劳累都算小事，嫡袭才是最可怕的。身边熟悉的人，可能明日就死了。我本无需吃这些苦的。5年了，我无时无刻不思念上京与母亲。可母亲甫一见我，微微蹙眉，手怎么操成了这样？你可是调皮出去玩，不知保养。脸倒是还好，没怎么黑。又说，你还记得阿纯吗？这些年我思女心切，若不是他陪伴，我恐怕难熬。这些话比北地的寒风还刺骨。宋纯给我父亲送安神药汤，被父亲训斥，他哭肿了眼睛。翌日早上，母亲对着我发脾气：阿慈，你在你爹爹跟前说了什么？他厉声问我。5年了，他面目好像没变，却又好像全变了。我不太认识他，亦或者他一直都是我母亲，是像每日朝升的日头一样自然寻常，我从未认识过他。娘是怀疑我挑拨离间？我安静地问。母亲，若不是你爹爹岂会这样训斥阿纯？娘，爹爹回京6日了，不曾歇在正院，这些您都不在意，却只是在乎表妹。我淡淡地问。母亲一怔，她眼睛里有点无法遮掩的慌乱。我当然在意。她道，我问你的，你不可逃避。她可以选择忽略我的问题，却不容许我有样学样。爹爹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表妹窥探将军府的机密，就有可能动爹爹书案上的文书，轻则弄乱家宅，重则军机泄露，让整个明威将军府陪葬。娘，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吗？爹爹看着表妹是您侄女，没有多问，只是请您教训她。您跟她讲明要害了吗？我问。她终于有了点慌乱。她不再怪我，而是想办法。她带着哭肿眼睛的表妹去向父亲赔罪。将军北上后，我与娘身体都不佳。阿纯孝心重，自学医书，替我们做药膳。他懂一些医理，才看出将军睡眠不佳。母亲当着祖母的面跟父亲说，一家人都在，我、幼弟、孙姨娘、胡姨娘和2位庶妹。祖母便说，阿纯的确很有孝心，此事他考虑不周，别怪他了。父亲微微蹙眉。我便说，孝心的确值得嘉奖。祖母欣慰地点点头，觉得我大度又善良。母亲脸色也好转了几分。我继续对着父亲说话，就像前年您行军追击逃兵进了兵原，劳累太过，3根脚趾冻坏，军医说要切除，您忍痛切了。伤兵太多，就连元帅都受伤了，军医分不过身来，也是我和孙姨娘连夜学习医理，照顾您的。祖母神色几变，你脚趾没了3根？这些是小事，娘。跟爹爹受的伤相比，这的确是小事。我与孙姨娘也会自学一些医理，照顾爹爹。祖母，军功都是一次次大伤小伤换回来的。祖母眼中含泪，你受苦了。又看向我和孙姨娘，你们也受苦了。孙姨娘趁机说，奴还好，就是大小姐苦一些。您看看她的手。祖母瞧见我手上的粗糙，连家里粗使丫鬟的手都比我的细嫩几分，她哽咽难言，连声说，好孩子。父亲便夸我懂事、聪明、坚强。胡姨娘和庶妹们立马捧场，就连我幼弟也好奇地往父亲脚上看，想知道没了3根脚趾是怎样的，
是否影响走路。母亲和宋纯被晾在旁边，这时候不管从哪个方向插话，都会得罪祖母。祖母满心都是他儿子。母亲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也如北地的寒风，恨不能把人的天灵盖都揭开，冷意从头灌到脚。一家人还在说话时，门房上递了帖子：娘，下午王爷要登门拜访，有件事同儿子商议，儿子先回去了。父亲站起身，他一走，祖母的厅堂内议论纷纷。哪个王爷？母亲问。将军府平时也与一些皇亲国戚走动，我母亲还巴结上了陈贵妃，时常进宫去给陈贵妃请安，惹得贵妇们无比羡慕她。然而突然有王爷要登门，大家还是感到挺意外的。祖母喊了门房上的管事来问，这才知道是镇北肃王萧之庭。我父亲驻守北疆时，元帅就是萧之庭，他今年才28岁，13岁就在军伍。他是先皇幼子，也是当今圣上的同胞幼弟，不仅文韬武略，而且权势显赫。圣上信任他，太后疼爱他，他却没有养成纨绔秉性，反而是心智坚毅，为人冷酷，似一杆锋利无比的枪。他怎么来了？母亲眼睛亮了亮，听贵妃娘娘说，肃王尚未娶正妃。祖母看向我，母亲微愣，继而笑道：阿慈已有婚约。气氛微妙，就连祖母都知晓，宋纯与我的未婚夫建平侯世子周延关系不错。宋纯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，娴雅端庄，没有半分情绪。祖母与母亲都觉得，大家闺秀就应该是宋纯这样的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祖母道。我们出了祖母的院子，回去的路上，父亲的亲卫跑过来：大小姐，将军请您去书房。母亲当即问：何事？亲卫：将军没说。王爷来了吗？还不曾。母亲这才摆摆手，对我说：去吧。父亲书房的太师以上，除他之外，另有一男子。回京后，他换上了青缎直多，英俊的面容冷漠。王爷。我向他行礼，他轻轻点头。回京可习惯？他问我。还好。我如实说。他把一封信递给我，查到了一些密信，关于建平侯府的，也许你很感兴趣。我刚刚已经跟你父亲说过了。我接过来，我知晓他在京城有庞大的情报网，便说：王爷能否再帮我查一点消息？你只管说。私下跟您说。我道。他那张冷峻的面容上有了点笑意，极淡，不经意就会融化掉，不易被捕捉到。我请他帮忙，替我查一下我表妹宋纯。我与外祖家关系不算密切，但逢年过节总有来往。这个叫宋纯的表妹，听说是大舅舅外室所出，如今寄养在舅母名下，我几乎没见过。她是突然蹦出来的人，在外祖家没什么痕迹，却成为将军府的贵千金。我与父亲送萧之庭出门，父亲特意落后几步，及早退亲。萧之庭对我说：建平侯世子已有3个庶子，美妾数人，他不是良配。家务事劳王爷费心了。我客气道：别装蒜。他声音很轻，我久等不起。我耳根一热，没作声，却在大门口遇到了我母亲与宋纯。宋纯穿一件鹅黄色缎襦素白长裙，她娇嫩白皙，又窈窕纤细，四枝头初开的迎春花，叫人眼前一亮。宋纯特意上妆更衣，打扮得无比美丽。父亲脸色一沉。将军。母亲特意带了宋纯过来见礼，我带阿纯出去，给阿慈置办些东西。又看向萧之庭，这位便是威震八方的肃王殿下吧？除了您，全京城的男儿也无这等气派。妾身见过王爷，王爷金安。一旁的宋纯，王爷金安。声娇如黄莺。李将军，这2位是你的妻妾吗？萧之庭淡淡地问。你才回京，就纳了这等美妾，比本王会享受。母亲与宋纯如遭雷击，特别是宋纯抢着开口：王爷，小女乃李将军夫人内侄女。萧之庭眉头蹙得更深。夫人娘家不教规矩，夫人也不教吗？又看向我：阿慈，你平素那样知书达理，举止从容有度，都是你祖母所授。萧之庭离开后，
父亲训斥了母亲一顿。母亲恼恨，暗地里骂萧之庭粗俗跋扈，嚣张蛮横，看他得意到几时。又骂我才能平庸，偏偏处处要强，损贬阿纯。我怎生了这么个女儿？父亲辗转听说了他这番话，气得心梗。他想去城郊大营躲清静，又放心不下我。我对此倒是释然了。前后对比，一瞬间贯通，我便知自己不受母亲喜爱。这5年，我悟了很多道理。我不是母亲豢养的小兽，她的喜爱只能锦上添花，我不靠她的疼爱而活。作为女儿，她求我分忧时，我做到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父亲这5年2次重伤，都是我和孙姨娘日夜不眠的照顾。孙姨娘实在太老实，勤劳但没主见，她依仗我。有次父亲受伤，没有得到好的治疗，我夜闯萧之庭的大营，愣是把照顾他的军医借出来，救了我父一命。我没有对不起母亲，我也没有不孝，她不喜我，那是她的事。宋纯闹的笑话，虽然母亲封锁了消息，但还是在将军府传开了。我2个庶妹，一个给我送了一双自己做的鞋，一个给我做了2只珠花，和我套近乎，顺便说宋纯的坏话。我们才是将军府的小姐，可分力处处低宋小姐一头。祖母眼里也只有她。姐姐可算回来了，往后我们靠你。姐姐你不知道，我姨娘说建平侯世子行为不端，不如你叫父亲去查一查。另外，建平侯世子与宋小姐私下里有来往。我笑着，各给他们回礼。去祖母那里吃早饭，宋纯是第一个到的，她正在给祖母梳头。2个庶妹远不及她聪慧灵巧，被她打压得抬不起头。宋纯瞧见我，温柔地叫了声表姐，不再多话，举止又变得十分内秀得体。阿慈，你今日来得早。祖母笑道，说了时辰来请安，我怕来早了打扰祖母休息。我笑道，又看向祖母的头饰，这枚蓝宝真漂亮，早年留下来的，如今想要寻这样的蓝宝却是不能够。祖母说，元帅分给父亲的战利品，好像有北狄王族的饰品，其中也有蓝宝，我回去寻一寻。我说，祖母笑着夸我孝顺，却不以为意。宋纯亦然，北狄贫穷，穷的是百姓，又不是王族。上午，我送了一枚蓝宝，一小盒子珍珠给祖母。那蓝宝熠熠生辉，比祖母珍藏的更大更纯净，祖母洗的眼睛都亮了几分，竟有这种好东西。珍珠大而圆润。吃午饭的时候，祖母就拉着我的手，叫我坐在旁边。我没提宋纯，只是对祖母说，2妹、3妹年纪也大了，叫他们一起来吃饭吧。祖母同意了。吃饭时，宋纯还没到，2妹、3妹已经围着我和祖母坐下了，把宋纯挤到了旁边。宋纯见状，愣了愣。我母亲自然不太高兴，却不敢在祖母面前说什么。听闻我送了重礼，母亲叫了我去，很是恼火地问我，为何越过我，给你祖母送礼？有了好东西，自然先想到祖母，然后才是娘。我说，你可以拿给我，我难道会私藏你的东西？我送给你祖母，这才是正经事。他说，娘，我不在京这5年，改了规矩，如今孙女孝敬祖母，还需要先打扰母亲。我问，母亲一时语塞，她脸色越发难看。祖母那边觉得自家亲孙女一个比一个会来事了，长孙女一回来就送了她名贵珠宝。从前2小姐、3小姐小家子气的，如今才知道一个能做极好的针线活，一个会梳7、8种发髻。2小姐、3小姐都是胡姨娘的女儿，祖母不喜欢胡姨娘，连带着也不是很喜欢他们俩。有了对比，宋纯好像变得普通了很多。母亲明里暗里怪我和她作对。你扶持2个庶妹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母亲厉声问我。我不曾扶持谁，我只是想一家子和睦。娘，难道您把表妹养在身边，不是为了照顾她，而是想要借用将军府的名望扶持她？我反问。她大怒。我回家大半个月了，这是她第1次盛怒。她拿茶盏砸我，我戳中了她的心思，她恼羞成怒。正院的事没有外传，祖母和父亲不知道，我也没诉苦。母亲想要我及早嫁出去。我与建平侯府的婚约是母亲定下的。当年父亲就说，建平侯府家风不正，
他们家老侯爷是死在弟媳妇床上的。这件事足以被诟病几十年，但母亲说往事不能迁怒儿孙。建平侯世子一表人才，建平侯府又富足，婆婆好相处。明日建平侯夫人与世子要登门做客，既然你回京了，日子也要及早定下。母亲说。翌日，建平侯夫人果然带着他儿子2个女儿登门了。片刻功夫，建平侯世子周延借口出宫，不见了人影。母亲假装不知，建平侯夫人也一派坦然，还笑着说我往后京里可比不得北疆自在快活了，大小姐还习惯吗？那等苦寒、贫穷、危险之所，在他们嘴里是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神仙地。我笑着敷衍几句，转脸和2妹、3妹说笑，暗暗吩咐他们行事。尚未开席，2妹、3妹前后出去了。我与母亲、建平侯周夫人、周家2位没出阁的小姐闲坐。片刻后，有仆妇在门口伸头给母亲使眼色。我瞧见了，故意大声问怎么回事。客人也瞧过来。我母亲叫了仆妇进来，问怎么了。仆妇很紧张，看向母亲，又看向客人。韶华院出了点事，将军带人去堵门了。母亲与建平侯周夫人表情都是一紧。韶华院从前是一处幽静小楼，雅致又奢华。我回来后，不瞒表妹宋纯住我的院子，母亲就把她挪到了韶华院。既然是宋纯的住处，建平侯世子又半个时辰不见人影，如今我父亲带人去堵门，恐怕不妙。母亲立马站起身，急匆匆赶过去。建平侯夫人也担心儿子吃亏，当即跟了过去。我与2位周小姐落在后面，远远听到了喊声：将军，我是周延，你女婿啊！年轻男人声音激动，把这登徒子打死！父亲盛怒。建平侯夫人不顾仪态，急急忙忙跑过去，住手！李将军，你们请客，难道是为了谋杀？父亲看向他，母亲解释：将军，他真是建平侯世子。他一个世子，钻到内宅姑娘家的绣房做什么？父亲声音极高，孤男寡女，成何体统？将军，我是迷路了。建平侯世子狡辩：既如此，就把所有人都审一审，看看你为何迷路到韶华院。父亲道。母亲急了：将军，这不是待客之道。建平侯夫人也说：将军，言儿与你长女有婚约，您非要闹腾起来，大小姐颜面何在？母亲几乎要跪下：将军，饶是退亲，损的也是阿慈的名声，不宜声张。我躲在人群后，没有上去凑热闹。建平侯夫人带着世子离开了。将军府从上到下都知道，我的未婚夫建平侯世子躲在宋纯的韶华院，被将军堵了个正着。祖母大怒，把他送回去。出了这样的丑事，哪怕是亲生孙女，祖母也容不得，何况只是客居的女孩。宋纯哭花了脸：祖母，我冤枉，我并不知何事。我素日就听闻周世子与你有私交，我只当你不会糊涂，做出这等丑事，不成想你猪油蒙了心，做出如此下作之事。祖母说。宋纯流泪：我实在冤枉，宁愿以死明志。他一头撞向墙壁，头破血流。祖母惊慌了，母亲抱着他痛哭。事后祖母有点后悔，我是不是误会了那孩子？私下里，2位庶妹与我言谈无忌，纷纷叹气。姐姐，你看出来了吗？表小姐手段比咱们高100倍。祖母的气消了大半。她好狠，我就不敢撞墙。她果然手腕了得。算了，姐姐，咱们不跟她争了。夫人那里，咱们又争不赢。他们俩有点沮丧。我3人今日演了一出戏。2妹带人围住韶华院，3妹哭着向父亲说瞧见了歹徒，跑去韶华院了。父亲大概心知肚明，明知是女儿设的局，但也想退亲，就大张旗鼓的去闹腾，抓了个正着。只是没想到，这些人脸皮如此厚，被拿到了死不承认。宋纯还以死明志。3妹年少天真，非常好奇地问我：姐，咱们是姨娘生的，夫人不喜很正常，她怎也如此厌恶你？2妹急忙想要捂住她的嘴，她怕我难过，宽慰我：姐姐，夫人只是与你有点生疏，你是她女儿，她自然最疼你。
这次虽然做了无用功，我们下次……我静静笑了笑，喝了一杯茶，打断了他们俩。谁说我们做了无用功？我们并没有白费力气。事情成了一大半，你们耐心等一等。我道，我特意托人请了名医顾圣手给宋纯治伤。宋纯昏迷了半日，喝了顾圣手的汤药，悠悠转醒。母亲陪着他，闹了这么一出，建平侯府灰头土脸，母亲也心情极差。正院伺候的2个丫鬟挨了母亲身边管事妈妈的打，一个是因为送过去的汤药略微烫了，一个是因为送过去的汤药略微凉了。下人们低声议论，不敢说夫人的是非，只说是表小姐惹的祸，甚至把表小姐与周世子不轨之事传了出去。祖母那边既生气又忐忑，胡姨娘却趁机拿了块金帕给祖母，老夫人，这是奴在假山后面捡到的，一直不敢告知。祖母一瞧，是宋纯的针线活，她认识的。宋纯偶尔给她绣一个抹额，而这个金帕上绣了小小的并蒂莲，并缀了个言字。祖母大怒，不是冤枉她，而她居然不是以死明志，而是以死相逼，叫我们不敢深究。祖母说，又拉了我的手，阿慈，苦了你。宋纯深受祖母和母亲喜欢的时候，胡姨娘绝不敢拿出这种东西，恐怕证据不足，还要被母亲清算。如今墙倒众人推，这金帕成为铁证，落到了祖母手里。祖母从此恨宋纯入骨，不是亲血脉，一旦觉得这个人别有用心，他连年的讨好都成了诡计。祖母越发器重我与2位妹妹，宋纯那里也不派人去看了。她催我母亲送走宋纯，可母亲依旧不同意。她打算忤逆丈夫与婆母，留下宋纯。不管怎么说，宋纯的处境变得无比尴尬，而我安排的好戏还没有开锣。我回京1个月，家里局面大有改变。祖母记恨上了宋纯，下人们态度都变了，认清楚了谁才是李家大小姐。只有我母亲死心塌地地护着宋纯。父亲几次劝她把人送回钦州宋家，她不同意。我替她选一门好亲事，把她嫁出去。母亲说，这样她就不碍某些人的眼了。又道，我看上了国公府陈家，也就是陈贵妃的娘家侄儿。将军，您能否请人去说媒？这样的门第，将军夫人巴结也没用，非得李将军本人。母亲大概是早已谋定了，只等父亲回来，徐徐图之。却没想到1个月发生了这么多事。假如他待我与宋纯一视同仁，也许这些都不会发生。他偏心到了这般田地，别说我不理解，哪怕见过世面的父亲也糊涂了。自然不行。父亲拒绝了他，你这是叫我投靠陈贵妃和七皇子，此乃大忌。母亲不死心，父亲跟我说，他执迷不悟，迟早要把李家拖入深渊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哪怕养了5年，又不是亲生血脉。他深深叹气，我心头闪过一点阴霾。家里乌烟瘴气。一次，我回院子路上遇到了胞弟李玉锦，他不愿意叫我姐，因为我离家时他年纪尚幼，不太记得我。他拱拱手行礼，我却无意与他生疏，便叫住了他，问了他几句，比如练什么刀枪，念什么书。我很喜欢长枪，可惜永远没素王那等天赋。他没有排斥与我闲话，越说越顺畅。除了我刚开始回家那天，他大放厥词，说宋纯才是他姐，他不认识我之外，而后他并没有口出恶言。可能是血脉天性，他渐渐靠近我。此刻他更是愿意与我闲话琐事。他才10岁，好恶都写在脸上，没什么心机。我不恨他，小孩子做的不对，教就是了，毕竟他既不是外人，也不是成年人。你愿意向素王爷请教学枪？我问。他点点头，又叹气，父亲只是素王爷的下属，恐怕求不动。我拿出一个对牌，你明日拿了它，去素王府碰碰运气。他微讶，哪来的？我冲他眨眨眼，不要声张。他诧异，你从父亲那里偷来的？不要叫他父亲，叫爹爹就行了。我笑道。年少冲动又无城府的幼弟，翌日果然去了素王府。他傍晚才回来，急匆匆寻我，姐姐，姐姐。他大声叫着，把在我院子里闲坐的2妹
三妹都惊到了。她瞧见了他们俩，犹豫了下，也叫二姐、三姐。姊妹俩无比诧异。我叫他们俩先回去，这才喊丫鬟端茶来。如何？我真的进了肃王府，大管家亲自款待我，还带着我看了他们府兵的训练。王爷午饭后才从城郊大营回来，和我过招了一个时辰呢。他喜得双目发亮。他还说，王爷还说叫我有空就去，是因为姐姐的对牌，我可以自由出入王府。姐姐，你与王爷很熟吗？我笑了下。3个月后，家中稳定，祖母仍是很疼我。她觉得我比从前更有主见，也越发干练，亲自教我理事，带着我出门应酬。2位庶妹的言行举止越发从容大度，祖母越看越喜欢，偶尔也会带他们俩外出赴宴。因此，胡姨娘对我忠心耿耿。胞弟李玉景很黏我，时常与我一同用晚饭。父亲见状，便安心去衙门领了差事。平常在城郊大营当差，1个月才回家一趟。宋纯的伤养了2、3个月，眼瞧着要过年，她终于好了。她仍是娇柔白净，静婉娇媚，气质上袅袅娜娜。我祖母看人全凭心意，突然就说：“怎么觉得纯丫头小家子气，远不及我3个孙女大方得体？”我母亲辗转听闻这话后，气得脸色铁青。长公主的寿宴聚集了上京高门贵女，半年前就下了帖子。祖母本打算带宋纯出席，她临时改了主意，她带我们姊妹仨去了。宋纯委屈的眼泪汪汪，我母亲生闷气，不肯同祖母一起赴宴，称病卧床。我弟弟李玉景去看望。我的儿，你快些长大，今后我与你姐姐都靠你了。他对我弟弟说。弟弟拍了拍胸脯，娘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上进，建功立业，将来给您请封诰命，也给姐姐撑腰。母亲终于展颜微笑。宋纯也在旁边露出几分欣慰，阿景长大了，今后我与姑姑依仗的是你了。弟弟微讶，阿纯姐，我忘记了你。弟弟急忙补救，听说你不日要回青州了。你放心，等我长大了，会隔3差5派人去看你的。母亲脸上的笑意全部收敛。宋纯错愕，此事我是听弟弟转述的，他说母亲也拿茶盏砸他，骂他白眼狼。姐姐，我说错了什么？弟弟很委屈。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没有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。我亦然。过年前，父亲给青州的舅舅送了一封信，叫他派人来接宋纯回去。母亲大闹，你好狠的心！这5年，他陪伴着我与你的老母亲，付出那么多，如今你随意抛弃他。母亲哭着问父亲。当时我与弟弟都在场。弟弟诧异，看了眼我。10岁的男孩子也听得出母亲话里的诡辩。父亲忍无可忍，宋氏，你侄女在将军府享受了5年的富贵荣华，是她吃我们的，用我们的。如今送她回家，反而是我们对不起她。弟弟轻轻点点头。是这个道理。母亲呆住，可是她的确陪伴了我5年。你需要人陪，是没有亲生的孩子吗？当年阿慈要去北疆，我本舍不得，是你一句句为了她好，为了我好。哪怕是我女儿，她在北疆也吃了苦头。你把侄女接到身边，过阿慈该有的日子。你到底需要什么？母亲语塞，她开始胡搅蛮缠。她胡言乱语，不敢骂父亲，又舍不得骂弟弟，就骂我。她说我是灾星，你一回来，我好好的日子全毁了。父亲盛怒，想要打他，被弟弟抱住了腿。弟弟哭着求父亲别动手，父亲忍了下来。宋纯听到动静，冲到正院，哭着跪在我父亲面前：“姑父，青州没人欢迎我回去，您让我留下来，我为奴为婢，只求您让我伺候姑姑，陪伴她。”他哭得像个泪人。母亲抱着他哭。别说我与父亲感受到了不对，弟弟都疑惑了。母亲这是图什么？若说养了5年，就有如此深的感情，他养了我12年，时间上远胜过宋纯，怎么就舍得作践我？我们离开了正院。上次铺垫的事可以开始了。我对心腹说，上次就是建平侯世子登门，当着我们全家的面去与宋纯私会，宋纯不承认，还撞墙以死明志的那件事，留了个尾巴，终于可收场。即将到年关，
建平侯府周家居然无耻地想要定下我与世子的婚期。我这些日子忙家务事，肃王萧之庭忙军务，彼此只见了2次面，他也催我赶紧退婚。腊月20，一女子抱着孩子跪在我家门口，口口声声说要见宋小姐。我是建平侯世子的外室，如今我生了女儿，建平侯府派人驱赶我，我没活路了，只求未来世子夫人收留。我与孩子都是您的奴。女子哭道。四周围满了人，街坊指指点点。将军府大小姐李玉慈才是你未来主母。不是的，宋小姐才是。世子与她两情相悦，世子还亲笔写了婚书给她，只是遗落在奴处了。女子说。众人哗然。朝廷即将封印过年，御史们趁着这几日疯了一样弹劾建平侯府，婚书都敢乱写，完全不顾律法。建平侯世子与宋氏女私相授，是建平侯教子无方，御史进言要皇帝夺爵。过年正是最清闲的时候，人人嚼舌根。建平侯世子周延和宋纯名声臭10里。周延尚未娶亲，但家中美妾数人，且有了好几个孩子，令人震惊。在上京世俗里，没有娶正妻就有了子嗣的门第，都上不得台面，是要受人诟病的。周延祖父死在弟媳妇床上一事，在混乱中又被拿出来嚼舌根。宋纯则是客居将军府，勾搭表姐未婚夫，行为不端。我母亲想要保他，把家里最昂贵的一尊玉佛像送给了陈贵妃的嫂子，想要陈贵妃帮宋纯说情。祖母快要气死了，那是李家的传家宝，居然被他轻易拿去做人情。那是他侄女，还是他亲生的？祖母发脾气。陈贵妃果然愿意帮衬，对她来说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。宋小姐不至于如此糊涂。过年的时候，她与进宫拜年的诰命夫人们聊起此事时，如此说，替宋纯逆转了一点口碑，有人将信将疑。我便在此时继续加了一把火。当初宋纯撞墙，替他医治的顾圣手是我请来的，他在上京的声望远胜过陈贵妃。他一日在权贵家喝醉酒，不小心把宋纯撞墙之事说了出来，当时就是发了。他与周世子私会，被李大小姐与李家众人逮了个正着。只是他以死相迫，将军府才没将此事闹大。宋纯彻底落入谷底，声望全无。建平侯府如此不堪，李家提出退亲时，没人骂我或者嘲笑我，都赞大快人心。正月15，本该阖家团圆的日子，我母亲被关了起来。肃王消息网很广，他替我查到了一个内幕，是我舅舅亲口招认的。当年我才3个月，我母亲去青州给外祖母奔丧，正好青州闹病患，又闹水患，把路冲断了。父亲出征南边不在家，母亲被困在青州1年多才回来。他婚前有一竹马，2人感情笃深，只因对方家世不如他弃之另谋高嫁。婚后，我父亲常年不在家，又不够温柔体贴，他后悔了。故而回家奔丧时，与竹马旧情复燃，还怀了身孕。他诞下一女，便是宋纯。外祖父与舅舅太溺爱他，居然替他保密。舅舅更是认下了宋纯，逼得舅母将他养在名下，丝毫不在意舅母的委屈。我母亲几次想方设法要接宋纯到身边，他恨我。他被关了起来，破罐子破摔，亲口说道，每每看到你穿金戴银，仆从无数，我就想起阿纯的可怜。直到我12岁，他将我遣去北疆。北疆苦寒，孙姨娘又软弱无能，我母亲指望我们俩都死在北疆。宋纯取而代之，他替宋纯谋划，甚至替他笼络了我祖母。就连他选择的建平侯府，也是他为宋纯准备的婚嫁门第之一，只是先让我占个位置。我父亲痛极攻心，想要杀了他，我拦住了。杀妻会毁了您的前程。爹爹，我们已经吃了很多苦，别为了他吃更多苦。我说。祖母对外说，宋氏重病，要去南边静养，宋纯舍不得姑母，他要陪同照料。这件事夹杂在建平侯府的丑闻中间，所有人只当我母亲羞愤难当，带着侄女去避风头了。我退亲后，肃王萧之庭向我父亲求亲，要娶我做正妃，震惊了上京城。我结婚生子，没过几年，我母亲病逝。她从小锦衣玉食，
过不惯苦日子，加上心情郁结，是真的病死了。他死后，宋纯被送回我外祖家，舅舅秘密处置了他。我并没有为此纠结，我有了自己的女儿，我爱极了她，有了对比，我确定母亲从未爱过我。没有得到，何来失去？她似一阵风，从我的生命里吹走了。我偶尔还是会给母亲上炷香，算作她给我生命的感谢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